一嗟乎玉兮，产之于荆山。何事随云之，楚国未为然。从这两句诗开始，邵雍跳出了前面争论的那些也许有点务虚的道理，转而说出了现实的顾虑和担忧。这两句诗中，荆山在今天的湖北省南漳县，漳水发源于此。传说此山有抱玉岩，传为楚人卞和得卜处，卜也就是和氏璧。何事随云之，楚国未为然。这是韩非子《和氏》里讲的卞和的故事，大意是卞和得到了一块宝玉，先后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，这俩王让人去鉴定，结果鉴定为石头，于是俩王分别砍了卞和的左右脚。到了楚文王即位后，卞和抱着宝玉在楚山之下痛哭，3日3夜，泪干而哭出血。楚文王听说后，又命人仔细鉴定，于是才确认为至宝，遂命名为和氏之璧。邵雍在这句诗里用和氏璧来比喻自己的才能，这就是让人意难平的地方。和氏璧是确确实实的宝玉，这千真万确之事，卞和说出来，但是整个楚国人都不相信他。而相比之下，邵雍的学问和才能比和氏璧如何？真有那么千真万确吗？邵雍的学问和才能真的放眼天下而无人能及吗？连和氏璧都有明珠暗投的时候，更何况自己还在修炼学习之中的邵雍呢？于是诗人开头就很有性情地用了一嗟乎这个感叹词，感叹知我邵雍的人少，感叹宝玉未必为人所识呀。乌龙道屈身，进退时后先。苟不循此理，欲毁谁之谦。乌是玉不被认可，龙是玉的名声显赫，宝玉的显或隐是由宇宙自然道的屈或伸来决定的，而一个人的进或退则是顺应此道并依时势而决定是退先还是进后。如果不遵循道这个规律，就可能造成欲毁这种罪过。周易在西汉以后就有群经之首的地位，其中时的概念很重要，因此古代儒家学者都十分重视，也很理解君子随时、时中、时行的概念。可以说依时而动，以时而进退，是刻到儒家骨子里的观念。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里用欲毁谁之谦来了一个将军，听你的话，我去当官弄权了，将来没有好下场的话，谁负责？显然别人好心劝说你去当官弄权，是希望你好过的，绝不是诅咒让你毁的。当然谁也无法保证别人的仕途或命运，无法保证宝玉必然不会被毁坏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这种要你为我负责到底的意思是有点不近人情了。要是这样说，谁还敢再来劝你呢？道之未行兮，其命也在天。这句话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4大名句之来都来了，基本上所有如意的、不如意的一切问题，当你说累了不想再说再纠结的时候，都可以把它丢给天命天道。正如人们喜欢用缘分来解释人际关系，用因果来解释各种事情一样，在古代你把问题归结为天道天命时，这就是最终的结论呢，是天的宣判书，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。话说到这里，那就这样吧，不必再说了。